人说养肝就是养命，肝如果是好，人生就是彩色的。彩色对。要怎么样顾好自己的肝？第一个，如果你少发一点脾气，脾气好一点。第二个就是不要熬夜。从中医或从藏医，甚至印度的 Ayurveda 讲，就是养肝的时候是从晚上11点到早上凌晨的3点。我12点睡或1点睡，可是我睡到隔天早上9点，然后我睡8小时啊。那个深度的睡眠完全是不一样。不管睡到隔天7、8点，还是一样没有认真养到肝。用养肝的方法，不要乱吃药。健康食品也算药吗？就是不要吃来路不明的健康食品。有些人就是这个说很好，这个是很养生的，吃一吃。我们就一检查肝功能异常，然后吃太多止痛的药了、胃药了，你不知不觉的伤害到肝脏。所以就是你平常也有吃药或做这些动作，一定要吃跟喝，把它解毒掉。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，我是钱子。我们常常说预防重于治疗，可是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的特别，他本身的专业是家医科，可是本人又非常精通于藏传的医术以及中医，他是洛桑家餐医师，欢迎您。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医师，像你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哦。对，就比较没有。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中医，那藏医可能比较少人知道，可是医师刚刚告诉我有相通的地方。对，那预防重于治疗，养肝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去做体检呢，很多的时候，大部分几乎80%、90%都有脂肪肝的问题。因为比方说我们吃很多东西，很多人以为堆积在肚子啊、肌肉，其实最严重、最怕的就是脂肪堆积在肝脏里面。比方说有些人变成脂肪肝轻度、重度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，可能会变成肝硬化。肝硬化是不可逆的哦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肝脏这个器官非常重要的原因是，它是一个情绪的掌控中心。对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，比方说眼睛干涉啦，很多事情，中医讲的是肝木，就是比方现在大家都是看手机啊，然后眼睛疲劳，其实你没有顾好肝脏，也会影响到眼睛的问题。还有女生喜欢皮肤光泽亮一点，对，不要黄色暗沉，也是一样，肝脏的代谢不好。因为肝脏是一个工厂，比方说女生更年期以后的荷尔蒙的原料工厂就是肝脏。你吃药啦、垃圾食物，它重新把肝脏排出来，解毒的地方也是肝脏，所以它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比方说年纪大了，骨质疏松啦，情绪不好啦，或是就是男性的，就是比方说那种动力也不够了，荷尔蒙的真正的源头在这里。不是卵巢，也不是说，对，那是末端的分泌地方，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掌控中心，然后这个直接到大脑，所以大脑连到肝脏，然后再分布到分支去。然后另外一个，因为现在人的情绪都不稳定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你肝脏的功能会变不好。70年之前生的，台湾有很多有 B 肝，70年以后都有注射那个 B 肝的疫苗，所以后面的就是比较少见。所以老一辈的还是要注意肝脏，因为你 B 肝带源有可能，比方说你酗酒啦、你熬夜啦、你吃很多不同的药物啦，这个会伤到肝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变成肝癌或肝硬化。那就是说，因为它没有神经，所以我们不觉得怎么样，完全没感觉。对，它也不会痛，不会痒，然后也没怎样。如果你胃不舒服，还有胃酸的问题；肚子不舒服，还有就比如便秘的问题、月经啊那些都会有很多症状。但就是肝脏就是问题是它没有症状，就是一照超音波。哇，重度脂肪肝，然后慢慢肝功能异常，然后变成肝硬化。所以很多都是一样的问题，因为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啦。对，我们之前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叫做“肝如果是好，人生就是彩色的”。彩色，对。如果肝不好，人生就是黑白。这不是广告词，那是真的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那刚才医师已经告诉我们肝如何重要哦。有人说养肝就是养命哦。那要怎么样顾好自己的肝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在就是这个时代，就是如果你少发一点脾气，脾气好一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熬夜。从中医或从藏医，甚至印度的 Ayurveda 讲，就是养肝的时候是从晚上11点到早上凌晨的3点。这段时间一定要熟睡。如果你常常熬夜，12点左右睡，1点左右睡，慢慢破坏的是肝脏，延续到你的神经系统，然后神经衰弱啊那些都会。我12点睡或1点睡，可是我睡到隔天早上9点，然后我睡8小时啊。还是一样，你自己观察，12点睡跟11点睡，那个睡的熟程度，
深度的睡眠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是可以检测的。所以真的是11点睡，它有原理的。我们身体有生理时钟的概念，这样子。就比方说春天是养肝的好季节，然后晚上睡觉11点到3点是一个很好的养肝时间。不管是你12点睡到隔天7、8点，还是一样没有认真养到肝了。那就是现代人叫11点睡会比较难一点。所以人就是会有比方说脂肪肝啦、情绪的问题啦、眼睛的问题啦、皮肤干涩的问题，很多毛病都是出自于肝脏的代谢不好。那另外刚刚医师有讲说，肝是全身的这个最重要的工厂嘛，皮肤啦、眼睛啦、排毒啦、抗老化都靠肝。对。那我有发现，医师你是不是没有近视？没有近视，对。那你这个年纪，对不起，应该有人会有老花，对我都你也没有老花，都老花也没有，干眼症也没有，飞蚊症也没有。所以我养肝的方法，第一个情绪的稳定，然后第二个不要乱吃药。健康食品也算药吗？健康食品也好，就是不要吃来路不明的健康食品，来路不明的中药材。有些人就是这个说很好，这个是很养生的，吃一吃，我们就一检查肝功能异常，然后吃太多的止痛的药啦、胃药啦，你不知不觉的伤害到肝脏。所以意思说不得已才要吃，如果要吃药，还是要问专业医生。他会评估这个会不会伤到肝的，因为现在很多人普遍讲头痛就吃一个普拿疼，不再痛不了再吃2个，如果吃到4颗的时候，真的会伤肝。那个 loading dose 啊，意思说剂量，所以吃到4颗到5颗是可能会肝昏迷、会肝中毒、猛暴性肝炎都有可能。有些止痛药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一定要评估，动不动感冒啊什么的，马上吃疼药，对肝脏是伤害很大的。所以就是你平常也有吃药或做这些动作，一定要吃蔬菜跟喝水，把它解毒掉，就代谢掉，一定要再代谢掉。所以医师刚刚讲了，护肝最要紧，第一个不要发脾气，情绪不要动不动就生气，怒火就伤肝了。伤肝。第二个就是要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睡觉，睡的时间非常重要，11点到半夜的3点，对，一定要躺在床上熟睡。对。第三个就是不要乱吃药，不要乱吃药，能够不吃就不吃。对，吃药一定要问过专业医生。对，中药也是一样，就是把脉，然后正确的中药。之前台湾也发生过很多中药有很大的重金属跟毒素。对。然后吃了以后，哇，问题毛病一大堆来了。本来要保健，结果反而伤肝。不是中药不好，我们在讲就是说来路不明的。没有真正 GSH 的那个检测的标准，这些超过重金属、超过有一些毒素、超过环期毒素，这些都是非常伤肝的。那大家刚刚都听到医生的说法了哦，就是如果说你要稍微排毒或解毒，绿色的蔬菜一定要吃绿色的蔬菜，因为你比方说有些坚果啊、花生啊，如果你保存不好，它很大量的环期毒素。对。然后有些泡菜很多不同的菌、霉菌，所以就腌制食物也要小心。所以你吃了以后，就可能会产生毒素，造成肝脏伤害。所以这个解毒的方法就是花叶菜、芹菜、地瓜叶这些绿色的菜，快速的把它排出去，解毒的作用。对，新鲜的蔬菜。对。那另外，医师曾经推荐过10大养肝排毒的食物。对，就是绿色的菜，芹菜啊、花椰菜、地瓜叶啊，那些都是。还有红萝卜、豆腐、黑木耳。这些全部加起来就是有10种对养肝的，特别是绿色菜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比方说吃错东西，或者是吃错药、吃错任何东西，绿色的、深色的菜是100%可以解毒，可以把快速的代谢出去、排出去。我们录影到现在，医师已经提过了，大概4次还是5次，绿色蔬菜。对，绿色蔬菜。很重要，大家要记住。很重要，花椰菜、地瓜叶，对，芹菜，芹菜这些，还有红萝卜、黑木耳，还有豆腐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大家记下来。可是也有人在讲说，枸杞养肝、顾眼睛，还有红枣，这个也可以吗？这个可以，但就是说枸杞跟红枣，它有时会超过重金属。来源一定要非常清楚。然后枸杞，比方在食材的时候不容易进来，因为它超标，所以很多都是用中药的名义进来。所以意思说，枸杞一定要吃的是无毒有机的，而且红枣也是一样，这些都是养肝。但是说你的来路不明，很多时候你可能有发霉，
然后有环曲毒素，有重金属的问题，你以为是养肝，反而是伤肝。所以这2个是好东西没错，但就是说因为环境的污染，很多红曲跟红枣都有这样的问题。甚至我们有时比方说在坚果里面加红枣或者是枸杞的时候，进来一检测超标，所以一定要找就是无毒的有机的，这2个很重要哦。它是刚果类的，刚果类容易发霉啊。发霉以后会产生环曲毒素，环曲毒素最伤的是肝，然后另外一个环境污染，重金属非常严重，或者是农药，对农药的也是很严重，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注意。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台湾哦，红枣非常多，对，很多都是从像是中国大陆或其他地方进来，对，从外国进来的，它都包得很漂亮啊，对，那一颗一颗都好大颗哦，对，又很甜，对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是不是有机的或是无毒的，不见得一定要吃。吃了以后就是没有帮助，反而伤到你的肝。因为我们去检测，一检测啊，不能加在坚果里面。所以你们有去检测过？有检测过，对，很多都不 OK。这2个东西不容易进来，但就是很多人检测的时候进来是用中药的名义。OK， 中药跟食品吃的检测的浓度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但就是你每天吃、每天喝，还是会伤到肝啊。对，所以真的要很小心。医师可以告诉我们要去哪里买？有些很多有机店呢，比方说它比较贵，你要舍得花。对，舍得花啊。你舍得花衣服买衣服，你舍得花去吃去包包什么的，那你的身体是无价的。所以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无毒有机是一定是有钱人，不是，你的身体是无价的。是，其实现在坊间有非常多有机食品店，对，有一些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贵，不想象贵，对，现在连全联啊这些都是一大堆的有机东西，它还是很平价的。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，大家真的要注意这些可能入侵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哦。那另外，因为我们吃太好，像我们常常应酬，已经有一点轻微脂肪肝，或者是 maybe 重度脂肪肝，要怎么样让它恢复？运动，第一个就是运动，第二个就是多吃蔬菜水果，第三个吃饭的顺序，第一个就是吃蛋白质，然后再吃蔬菜，最后吃一点点淀粉。然后晚餐如果不吃淀粉就更好，你就是蛋白质跟菜，这样子晚上睡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，这样就慢慢逆转过来。但就是一定要坚持6个月，6个月，对，才会逆转过来。那这6个月中间我都不能去应酬？应酬可以啊，但是说你应酬吃东西的时候挑着吃啊。对，不要就是说什么都吃，你可以选择性的吃什么不吃什么，你决定啊，没有人要塞给你啊。对。所以有人说病从口入，对，其实真的是没有错。对，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厉害的。对。那刚刚医师提到眼睛，他眼睛超好，所以呢，医师好像有一个1分钟健康的眼睛操吗？对，通常我们就是比方说我自己。就是每天就是会，我坐在办公室，或是有时候思考的时候，我会按眼睛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比方说你这个大拇指，先按这个睛明穴，眼头这里，对，眼头这里，要按深层一点会很酸。有时你这个大拇指就把它按进去，这个很重要。眼睛干涩啊，比方说飞蚊症啊，眼睛不舒服啊，疲劳啊，这些都很有效，就是里面深层按进去。但就是说很多人不敢用力按。因为会很酸，怕痛，对，怕痛。但就是你一定要按进去，有时候常常会发生这里面的颗粒，你把它按掉。对，有深层的地方有颗粒，就是把它按掉，这样子慢慢按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块，就把它按掉。所以是眼窝接近这个鼻梁这个地方，眼头啦，对，大概眼头这样子，眉毛的下面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每次把它揉掉是哇，眼睛会很亮。然后第二个动作，就是揉这样子往上，这个眉间，这个很重要，对过敏啊、鼻子、鼻炎啊，有很多这种头痛啊，都很有效。就这个2个手指头把它这样子揉开，这样子由下往上，对不对？往上也是要很用力。对，很用力，不要客气啊，这个是用力。对，然后你有时候烦恼，老板交代的事情没有处理好，心里很烦的时候，你做一做，心就打开了。这个叫做情绪管控中心，因为这个后面直接就松果体。OK， 我们在情绪的管控中心，这个对。第3个就是这个眉毛上面把它拉开，对，拉开，这样子，就是2边都拉开。对。然后第3个就是这样，通常我都会揉这下面眼睛下面。这个眼袋地方，对，这个你常揉了以后，眼袋会不见。
不用去开刀，不用开刀，对，还可以省钱。对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就是你这样搓以后，眼睛这样子把它拨开，会很舒服，这样子用力，就是用力搓，就这样变热，然后这样子拨开就是眼睛上下面全部都拨开，眼睛就亮起来了。所以这样子短1分钟，短1分钟，对，就是每天有空做。比方说你看了电脑1个小时，你就先这样子揉一下，自己揉。有时候牛角啊，什么都可以。牛角也可以，对，牛角工具，对，用硬的这样子弄一弄，就是你时时刻刻要保养。我们现在就是3C 的产品太多了，无时无刻睡觉也好，走路也好，上工作也好，开车也好，你离不开那个东西，所以一定要保养。每天都可能用到10个小时。对，所以未来眼睛的问题一大堆啊。对。是。那另外呢，刚才医师一开头就讲了，肝你是从外表看不出来的。对。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有问题，就是脂肪肝啦，重度啦，有可能就是到已经肝硬化。肝硬化是不可逆的哦。肝硬化不可逆，对，脂肪肝还可逆。就比方说你已经耍超音波的是重度脂肪肝是一定要去运动，一定要多蔬菜水果，一定要睡好以后，它是逆转的，它可以变成中度、轻度，甚至没有。不过医师有讲说是察觉不到的，有没有可能有一点点蛛丝马迹？就是肝可能已经开始有变化，会容易疲倦，容易疲劳，眼睛干涩，皮肤暗沉。然后觉得皮肤枯燥，比方说女生自己看，就比方说你平常化妆是很服帖的，但就是画上去就还是一样浮浮的，有时候粉很浮，干的很浮的时候，你是肝脏，要么睡不好也是伤肝的概念。所以我们以为是皮肤干，其实不是。肝脏就比方说你皮肤的胶原蛋白、皮肤的保水，很多都是跟肝脏有关系啊，因为跟代谢有关系啊。对。那再请教医师伤肝的行为就是 NG 行为，不要做的行为，除了喝酒之外，还有哪一些行为不要？乱吃药。刚刚讲过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就是不要忘记喝水。喝水很重要。对，喝水很重要，因为所有的新陈代谢水很重要。我通常早上一起来一定要喝1大杯的500cc 的温开水。对，然后就是中间有空就是赶快喝水，喝水。我的就是原则，大概每公斤50cc 左右。如果是50公斤的人，2500一天。对，如果你运动流汗要更加量。就是我们身体上的肝脏也好，大脑也好，皮肤也好，血管也好，肠胃道也好，最怕就是缺水。水是最好的药，水是最好的保肝，水是最好的预防中风、心肌梗塞，而且水可以降血糖，可以降血压，所以平常要习惯性的喝水，对肝脏好。因为你比方说我们吃很多霉菌毒素啦，很多药啦，很多不同的健康食品，还是要排出去，就是一定要靠水才会解毒。水是宝贝，对，大家千万不要看这个水很平常，可是其实它真的是非常好，生命之泉，对，万物之宝，这个要记住。说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，对，可是要持之以恒，最难就是这个。是，然后变成你的生活习惯，对，那你就会有一个彩色的人生。非常谢谢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